沈狒狒，这碗掺了狗食的馊水，你要是再不舔干净，今晚可就只能咽外头的风雪了。李长海，我乃皇上亲封的贵妃，哪怕被打入冷宫，也轮不到你一个阉人来作践。贵妃，呸！沈宁，还以为自己是高高在上的主子呢啊！你谋害皇嗣，被皇后娘娘亲自定罪，若不是皇上念及旧情，你早就被凌迟处死了。实话告诉你吧，皇后娘娘口谕，今冬苦寒，冷宫的炭火和棉衣一律断供。娘娘说了，她要你在这冷宫里活活冻死、饿死，连狗都不如。是皇后，果然是她栽赃我。若天不绝我沈宁，我定要将她千刀万剐，把你这狗奴才碎尸万段！还敢咒骂皇后？给我打，留一口气就行，让她今晚慢慢冻死。老天爷，你若有眼，便赐我一团火，一口饭，信女愿付出一切代价。李爷，别他妈装死，赶紧开门！你那个破狂野求生直播团队早就卷钱跑路了，200万的债全落在你头上。今天要是交不出钱，老子剁了你！真他妈憋屈！老子拼死拼活搞户外直播，结果被兄弟背刺背上200万巨债，现在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去你大爷的老天爷！要老子的命你直接拿去！老天爷，赐我一团火，一口饭，救救我！我操，什么鬼东西？我饿出幻觉了！有人在锅里说话，还是个剧组在拍古装戏。死马当活马医吧。底层加冷水，上层吃饭，蓝色按钮一按出火。是这样沦落人。这是何物？那纸上的字缺胳膊少腿，但勉强能认出。天哪，没有明火，遇水即沸，这是仙家法术！好吃，太好吃了！三昧真火，御风不灭的三昧真火，老天爷没有下，有真神在庇佑我。神明在上，信女沈宁遭毒妇陷害，身陷死局。今日蒙神明赐下神识圣火，救命之恩没齿难忘。此乃赤金点翠残簪，信女身无长物，唯有此物。若神明助我复仇，他日重登高位，必为您塑金身，立庙宇。我操！这重量，这纯度，这工艺，这是真金，还有这蓝色羽毛，这他妈难道是传说中的古代点翠工艺？发财了，老子遇到跨界金手指了！林野，你小子果然躲在这里！兄弟们，给我把他绑了，先切2根手指头抵利息。切我的手指？光头李，你先睁大你的狗眼看看，老子手里拿的是什么？真金？你小子从哪儿刨来的陪葬品？少他妈废话！这是老子祖上实打实传下来的御赐之物，正儿八经的赤金点翠。你们不就是为了要钱吗？这玩意儿只要上了当铺，少说值个大几十万。老子凭什么信你拿的是真货？就凭老子现在烂命一条，200万的债，你今天砍了我，1分钱拿不到，还得背条人命。宽限我2个小时，咱们现在就去鬼市当铺。要是鉴定出来是假的，不用你动手，老子自己把手剁了给你当下酒饭。行，带他去鬼市老金的店。小子，你最好别耍花样，不然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我的老天爷！林老板，你这是打哪儿弄来的神物？纯手工捶打的赤金底胎，这拉丝工艺简直绝了！更骇人的是这点翠，用的是活取的极品翠鸟羽毛，这历经千百年的岁月，竟然没有丝毫褪色，鲜亮的跟刚拔下来的一样。这是绝对的皇室大内造办处孤品呐！老金，少跟我扯这些虚的，开个实在价，我今天急等着钱救命。林老板，
这东西如果是正规渠道上打拍，运作的好，能拍出天价。但看你背后这几位兄弟的架势，你是急着平事儿吧？规矩你懂，死当的话，价格得压一压。一口价50万现金。50万，成交，马上转账。李哥，这是我欠你们的20万头期款加利息，剩下的账宽限我1个月，老子连本带利清给你。哈哈哈，林老弟果然是深藏不露。行，有你这句话，哥哥我今天就不为难你了，咱们撤。冷宫是吧？弃妃是吧？既然你给了我第1桶金，那老子就把你当做最大的天使投资项目来打造。缺火缺饭，等着，老子去给你进点现代狠货。真是晦气！大清早的让咱们来给这废妃收尸。昨晚那么大的雪，连条狗肚都得冻僵，这贱人身上连块完整的棉布都没有，肯定已经硬透了。张嬷嬷，赶紧拿张破草席子把它卷了，扔去城外的乱葬岗喂野狗。哎呀，我的妈呀！扎心啊！让你们失望了，本宫还活得好好的。你这贱人怎么可能没死？没死又怎样？皇后娘娘要你死，你今天就必须死！你们2个老货还愣着干什么？还不上去把他给活活掐死！放肆！你这废妃竟然敢打我！我可是皇后娘身边的人！本宫打的就是皇后的狗！你们不是想看本宫死吗？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这是什么？凭空生火，妖术！你竟敢在宫里施展妖术！蠢货！此乃9天神明怜悯本宫，特意赐下的3昧真火，神明已降下法旨庇佑于我。你们若敢再动本宫1根指头，本宫便用这无物不焚的神火，将你们烧得形神俱灭，永不超生！鬼啊！摇吧！神仙显灵了！救命命啊！皇后，你们以为能悄声无声息的弄死我？等着吧，有神灵赐法，咱们的账，本宫要一笔一笔的跟你们算清楚。老板，把你们店里最辣的防狼喷雾，还有分布最高的个人报警器，全给我拿出来。兄弟，算你识货，这是最新款的工业级辣椒水，高压喷射，射程2米，喷在脸上能让一头野猪瞬间失去张力，瞎上大半天。还有这个报警器，拔下插戏，130分贝的高频尖叫，能在密闭空间里直接把人的耳膜震出血。一样给我来10个，再给我去隔壁那家工艺品店。好嘞，好嘞，拿10面最透亮的高清带钻化妆镜，外加一把几10块钱的人造水钻戒指，越闪越好。小贵妃啊，小贵妃，你不是缺保命的家伙和收买人心的筹码吗？老子今天就让你体会一下什么叫科技与狠活的绝对碾压。废物，连个半死不活的废妃都弄不死，还敢回来跟本宫扯什么3昧生火的妖法？娘娘息怒，冷宫那种阴气极重的地方，怕是沈氏被逼急了，装神弄鬼糊弄这帮蠢货。既然他命硬冻不死，那老奴今晚亲自安排2个禁军过去，直接用麻绳勒死，伪装成上吊自尽。就算真有什么妖邪，刀口舔血的死士也定能将其斩杀。去办！今夜若再听不到沈宁的死讯，你就自己提头来见。神明在上，恶妇欲除戏女而后快，今夜恐有杀手降临。戏女愿将冷宫地庄下埋藏能的先帝御赐羊乳玉佩献上，叩求神明赐下防身除敌之法，与打点收买人心之物。羊脂白玉，我操，这起码又是100万级别的硬通货。杀手，收买人心，老子刚进的化妆的货，这就派上用场了。遭遇刺客，拔掉黑色方块插销，扔向敌阵，对准敌人面部，按下圆柱体顶部按钮。这是何等的神物！纤毫毕现，此等澄澈无瑕的极品琉璃，连传说中的东海龙宫都不曾有过。神明竟然将天界的玄冰宝镜赐给了我！这等无价之宝，别说是收买冷宫的太监，
就算是拿去换下一座城池也绰绰有余。皇后，既然你们急着送死，那本宫今夜就拿你们的狗命来祭这天界的神器。陛下，不好，是空的。再找本宫吗？暗器，退！快索命！我的耳朵聋了！这到底是什么药法？我的眼睛好痛！是花骨水，我的眼睛融化了。你不是人，你是妖孽！既然来了，就别走了。什么人？滚出来！贵妃娘娘饶命，老奴什么事都没看见。小顺子，你看到了多少？老奴瞎了，老奴什么都没看见，老奴只看到这两个狂徒企图轻薄娘娘，被天雷劈死了。小顺子，抬起头来。这是龙宫里的至宝吗？这是9天神明赐予本宫的琉璃幻境，世间仅此一面。小顺子，本宫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这冷宫的苦日子你还没熬出头吧？替本宫把这2具尸体处理干净，以后做本宫的眼和耳。这面镜子只是神明赐予的一点微末赏赐，只要你忠心，以后你想要金山银山，还是想要这大内总管的位置，神明都会赐给你。主子，从今往后，您就是小顺子的祖宗，您指哪儿，老奴就摇哪儿，哪怕是皇后的寝宫，老奴也敢去扒个窟窿出来。第一步棋活了，皇后，咱们的游戏正式开始了。林小兄弟，我们聚宝阁收东西讲究的是个奸货，一般的几万块钱的普通物件，下面1楼大厅的朝凳就能收了，实在犯不着特意来2楼找老朽亲自长眼。唐老，别拿1楼那些几万10几万的破烂来敷衍我，打开看看，这东西你这聚宝阁吃不吃得下？这成色，这光泽，极品羊脂白玉，没有任何杂质，温润如美人之肌。更可怕的是这雕工，不是现代机器的痕迹，这是纯正的古代大内御用驼骑打磨出来的宝角。这上面还有皇家特有的暗纹微雕。林老弟，你这是把哪座帝王陵给挖了？这是真正的国宝级皇家丝印玉佩啊！别管哪儿来的，来路绝对干净，绝不是土里刨出来的名器。直说吧，多少钱？林老弟是个痛快人，这块玉若上苏府邸纯拍，运作一番少说能拍出700、800万，但周期长，手续繁琐。你若愿意现在割爱，聚宝阁直接拿出现金流，一口价500万，税后。成交，马上打款。小贵妃，你可真是老子的超级印钞机！神明叩起，刺客已除，然皇后疑心大起，今夜将派长侍大太监率禁军突击搜查冷宫，名曰搜查妖邪，实则欲将戏女乱棍打死。敌众我寡，无力难抗，戏女叩求神明赐下天罚之法，震慑群魔。带禁军来硬搜，冷兵器时代人多确实是个麻烦，既然打不过，那就吓死他们。想要妖膏作祟是吧？老子今天就给你们这帮古代土力放一场最顶级的7地全息恐怖大片！李公公，那2名死士昨夜进来后就再也没了消息，这妃妃怕是真有点邪门。放屁！这世上哪来的鬼神？皇后娘娘懿旨，沈氏暗藏巫蛊，勾结外男，
今夜给咱家掘地3尺，也要把这冷宫翻过来。一旦发现任何违禁之物，就地格杀！给我撞门！装神弄鬼，把火把都给我点亮，进去搜！什么声音？哪来的哭声？别慌，装神弄鬼，给咱家搜出来！既然你们这么想见鬼，本宫就成全你们。我的眼睛！天雷！是天雷！鬼！真有鬼！仙帝显灵了！天姐啊！救命啊！快退！你到底是人是鬼？李公公，回去转告皇后，神明已降下法旨，这冷宫现在是本宫的地盘，再敢踏入半步，这墙上的字就是你们所有人的下场。滚！小顺子，主子神威盖世，老奴对主子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行了，拿上这些兵器，去找你那些暗线，告诉他，本宫有神明庇佑，想要荣华富贵的，就给本宫把皇后的底细一五一十的挖出来。小顺子，你不在冷宫倒你的夜香，跑来找咱家做甚？咱家这御膳房的泔水可不归你。王管，奴才来送您受一场泼天富贵的。哼，富贵就凭你？怎么，沈菲菲在冷宫里挖出金砖了？这是极品天阶琉璃，这等神物，别说是我，就算是太后老佛爷的寝宫里，也绝对找不出一面。你哪儿来的？说！王总管，这是我家主子沈贵妃得了9天神明赏赐的仙物。主子说了，这只是神明手指缝里露出来的一点灰，只要王总管以后肯替主子办事，这面镜子就是您的了。沈娘娘想知道什么？皇后最近有什么动静？昨夜禁军搜宫无功而返，她不可能善罢甘休。今早皇后娘娘的贴身宫女来御膳房拿血燕，我听她漏了嘴。皇后娘娘见沈娘娘在冷宫弄不死，准备对外面的沈老将军动手了。什么？皇后娘娘暗中扣下了兵部发往北边的3万担过冬军粮，换成了发霉的陈粮和沙土。一旦沈老将军兵败，皇后就会立刻以通敌叛国之罪诛沈家9族。到时候沈娘娘就算在冷宫里有天大的本事，也难逃一死。好，这消息直指这面镜子。还有，给我弄一盒你们御膳房库房里最顶级的极品补药，越名贵越好，我家主子要用来供奉神明。陷害我不算，竟还要拉我沈家满门和北疆10万将士陪葬。北疆苦寒，若是没有充足的军粮御寒，10万大军绝对熬不过这个冬天。可本宫身处冷宫，根本无法向边关传递情报，更别说筹集军粮了。唯有求助神明了。叩求神明指引破局之法。又来活了，这次送的什么？我操！100年以上的纯正野生老山参，这一盒怕是能直接换2套京城2环的4合院了。扣押军粮，陷害忠良，这套路虽然老，但在古代却是致命的杀招。要是在冷兵器时代，你一个冷宫废妃确实无解，但在我这儿，不就是3万升粮食吗？老子现在手里有大几百万现金，过几天把这人参一卖，那可是上千万的资金流。跟我玩经济封锁和后勤战，老子用现代农研的降维产能直接砸死你们！想要扳倒皇后，就必须拿到她调包军粮的实锤证据。这玩意儿在古代可比什么画师好使1万倍。人参收到，军粮之事包在我身上，3日内必降下神粮，另赐下天书神笔1套。以后书信可用刺笔纸，勿再割肉放血。最后，
四下将摄魂宝盒一件，可瞬间将人或物质影像绝对真实的剁印于纸上，用此物去拍下皇后调包包军粮的密信和罪证。小贵妃，有了现代的高清照相机，我看着皇后还怎么狡辩？这是纸，大景朝最好的宣纸，甚至连皇家御用的诚心堂纸，在这天界神纸面前，都粗糙的像茅草。小顺子，站过来，别动。哎呦我的妈呀！天雷劈我了！我的魂儿，主子，我的魂被他法器吸走了！闭嘴，滚过来看。这是我，主子，这是把老奴的魂魄封印进去了。老奴对你可是忠心耿耿啊！蠢货，神明说了，这叫拓印影像，不会伤你分毫。我要你拿着这件神物去办一件大事。主子您吩咐。你既然已经收买了御膳房的王总管，那想必也有办法买通景阳宫外围的太监。我要你今夜潜入皇后的书房，找到她调包北疆军粮的密令账册，用这个摄魂宝盒把他们全给我打下来。只要此事办成，不仅这冷宫总管的位置是你的，这面天阶琉璃镜是你的，将来本宫重登高位，内务府总管的大印，本宫亲自交到你手上。老奴就是拼了这条贱命，也定把证据给主子带回来。老板，最大的管事是谁？来大活了。老板，您要点什么？咱们这儿大米、面粉、杂粮应有尽有。10万大军的军粮，3万石换算成现代单位大概是1800吨。这数量太大，你这里短时间凑不够，而且古代运输也是个麻烦。老板，听好了，我不全要大米，给我200吨最顶级的五常大米，300吨高产抗寒的土豆和红薯，最重要的，给我联系食品厂，调500吨军用级别的高压缩饼干，还有高糖分的散装巧克力块，给我来10吨。兄弟，你这是要往非洲援助啊？压缩饼干和巧克力好办，土豆大米也有现货，但这量太大了，3天内凑齐，运费和加急费可不听啊。钱不是问题，3天内我要看到货全部码放在我指定的仓库里，少1吨我砸了你的招牌，多送1吨我多给你1万奖金。老板您放心，我现在就给所有供应商打电话，保证把江州市的底子都给您掏空了。皇后是吧？喜欢玩断粮，老子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现代工业化的降维后勤补给。在哪儿？丈夫在哪儿？找到了！完了！什么人？书房有刺客！抓刺客！主子，老奴活着回来了，拿到了皇后的黑账和密信。好，有了这神明赐下的铁证，皇后，你的死期到了。一群废物，本宫养你们有何用？竟然让人摸到了本宫的书房重地！娘娘恕罪，昨夜那贼人手段极其妖异，书房突然爆发出宛如白昼的天雷闪电，刺得兄弟们睁不开眼。等我们冲进去时，人已经跳窗跑了。娘娘，奴婢仔细核对过暗格了，那贼人似乎是做贼心虚，被那道白光吓破了胆，落荒而逃。里面的密信和账册原封不动，连一页都没少。哼，看来是个没见过世面的蠢贼，惊动了机关或者看花了眼。
只要证据还在本宫手里，谁也翻不了天。传令下去，明日就是皇上在太极殿的秋季大朝会，本宫要在朝会上彻底敲沈家通敌叛国的罪名。皇后啊皇后，你以为原件还在你手里就高枕无忧了？你做梦也想不到，神明赐下的摄魂宝盒能瞬间剥离出这世间最真实的铁证。神明叩起，铁证已得。明日辰时，昏君将举行秋季大朝会，满朝文武皆在。信女欲借此良机，冲出冷宫，当众揭穿毒妇真面目。然太极殿外禁军重重，信女手无缚鸡之力，恐未尽圣言，便被乱刀砍死。叩求神明赐下防身破局之物。明天就要去大朝会上正面硬刚了，一个人单挑皇帝皇后，加上满朝文武，这戏码我喜欢。顶级凯夫拉超轻薄软质刺刺，防身器即刻降下。白色软甲贴身带，刀枪不入。明面天蚕软甲，圆筒物件名曰腾云神烟，拔开拉环可平地生云雾。黑色铁盒名曰雷音法罗，可将耳之声音放大10倍，如雷贯耳。另10万军粮浩大，香炉太小无法传速。冷宫之中可有相连之巨大枯井或干涸水池，找到后将香炉中的香灰撒入其中，即可扩大神门。这真的是铠甲，这般轻软，竟能刀枪不入。不愧是天蚕软甲，有了此物，禁军的刀剑便如同废铁。小顺子，老奴在。主子，您的声音怎么变得比红钟还要响亮？小顺子，冷宫后院是不是有一口废弃100年的枯井？回主子，有的。那口枯井宽达丈余，深不见底，早就干涸了。走去枯井。神门已开，明日朝会，信女若能扳倒毒妇，便立刻接收神粮，支援北疆。启奏陛下，北疆急报，沈老将军以粮草不足为由消极避战，甚至纵容部下与北蛮暗中交易，实乃通敌叛国之举。臣等恳请陛下立刻下旨剥夺沈家兵权，将沈氏9族下狱审问。沈家世受皇恩，竟敢通敌，传朕旨意。陛下且慢，沈家满门忠烈，通敌叛国者，乃是当今皇后。沈废妃，撒胆废妃，竟敢擅闯太极殿，禁军何在？给本宫将这口出狂言的贱人就地格杀！妖术，他会妖术！腾云驾雾，这是腾云驾雾啊！去死吧，贱人！9天神明在上，信女沈宁今日携神明赐下的绝对铁证，在此状告当朝皇后，截断军粮，构陷忠良，意图谋反。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大白，下去拿上来！这不可能！天下绝没有画师能画出这样的画！不，这不可能！这封密信明明还锁在本宫书房的暗洞里，本宫今早出门前还查验过，连火漆都没破，你怎么可能有这封信？假的，这一定是你伪造的！皇后，此乃9天神明赐下的摄魂宝盒所印，神明之眼可洞察幽冥，剥离万物影像。你调包北疆3万担过冬军粮，换成发霉的陈粮和沙土，你私吞的军饷全记录在这本黑账上。皇上，您仔细看看那字迹和凤印，天下有人能伪造出如此凤印的纹理吗？贱妇，毒妇！沈老将军在冰平天雪地里为朕死战，你竟然为了陷害他，扣押3万担军粮！你可知一旦北疆城破，北蛮的铁骑3天就能杀到京城！你这是在绝朕的江山，绝大景朝的根！皇上饶命！皇上，臣妾是一时糊涂啊，是沈家功高震主，臣妾是怕他们拥兵自重啊！来人，夺去这毒妇的凤冠霞帔，打入死牢，将其心腹立刻捉拿，严刑拷打。沈氏不，沈贵妃，
你受委屈了。朕即刻下旨，恢复你贵妃之位，迁入未央宫。皇后贪墨之事，朕会彻查，还沈老将军一个清白。臣妾多谢陛下，但现在查抄景阳宫已经来不及了。陛下，北疆10万大军已经断粮半月，那里天寒地冻，战士们正在吃草根、啃树皮。京城距离北疆2000里，就算现在立刻从国库调拨军粮，快马加鞭，也要半个月才能送到。等粮草到了，我父亲和10万将士早就饿死在边关了。国库因为今年的大旱，早就空虚了，能凑出的3万担粮食已经被那毒妇糟蹋了。朕现在就算杀尽天下贪官，也变不出10万大军的口粮啊！皇上变不出，但神明可以。沈贵妇，你说什么？9天神明检念我沈家满门忠烈，已降下法旨，10万大军所需的绝世神粮、御寒神物，今日已在冷宫深井中汇聚。神明赐粮，3日内必解北疆之危。起驾，立刻起驾去冷宫。沈贵妃，你说的神粮呢？若是你敢假传神旨欺君罔上，哪怕你刀枪不入，朕也要。陛下急什么？神界与凡间尚有界限，需由信女亲自向上苍祈求开启神门。神明在上，信女沈宁已将毒妇扳倒，北疆危急，万望神明垂怜，降下天界神粮，救我大景国运。小贵妃，接收老子给你准备的现代火力覆盖吧！走你！粮食，真的是粮食！天降神粮，老天爷显灵了呀！天有大计，天有朕的江山。陛下，您看啊，这米莹白如玉，没有半点糠谷杂质，甚至连一颗石子都没有。这等极品精米，就咱们大景朝历代先皇也未曾享用过呀！神器，这绝对是真正的天界神粮。陛下，神明法旨，此物名为神行饼。别看它只有巴掌大小，但其中蕴含着神界极高的能量。前线将士只需吃下这么一小块，再喝水，便能1天1夜不知饥饿，且浑身充满力气，最适合冰天雪地中的急行军。一小块就能顶1天1夜。好！传朕旨意，沈宁蒙受天恩，护国有功，即日起册封为皇贵妃，赐居未央宫，协理6宫，卫同父后。令赐如朕亲临金牌1面，10万神粮的调布运输，全由皇贵妃1人负责，任何人不得干预。父亲，您在北疆再撑几天，女儿这就把粮食给您送去。江董，老太爷这情况已经是油尽灯枯，普通的药石根本无效啊。除非能找到60年以上的纯正野生老山参，用毒参汤或许还能吊住最后一口权气。我江家愿意出1个亿买命，谁手里有真东西？江总别急，我已经让人把我压箱底的宝贝送来了。这是一株55年的极品野山参，我当年花了1500万拍下来的，有它在，江老太爷绝对能转危为安。确实是难得的野山参，虽然年份稍微差了点，但也勉强够用了。江总，这可是我的传家宝，今天为了江老太爷，我也只能割爱了。您看这价格，3000万。马上熬汤！慢着，拿一株不足60年的林下参，也敢在这里充当救命的神药？你这是想吊命还是想催命？臭小子，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敢在江家大放厥词！唐老，这位是江总，这位是林野先生，他手里有一件能让江老太爷真正起死回生的神物。这炉头，这铁线纹，这珍珠点，苍天啊！有生之年，老朽竟然还能见到活着的参王，这绝对是100年以上的纯正野生老山参，而且保存的如此完好，药性竟然没有丝毫流失。100年老山参，林先生，这人参我江家要了，1个亿，不，1个亿一株，2亿，马上转账。江总，救人如救火，钱的事好说，先拿去熬汤吧。有了这笔钱，别说买粮食了，老子就是去中东买几辆装甲车都够了。神明叩旨，10万神粮已在路上。然北疆急报，北蛮10万大军已兵临城下，
其中各有3万重装铁骑，刀枪不入。我大景师无险可守，恐难抵挡重骑冲锋。若城门被破，有良亦是死局。叩求神明赐下破敌重骑之法。3万重骑兵，古代的冷兵器巅峰兵种是吧？骑兵最怕什么？是恐惧，是巨响，是远距离的热武器降维打击。小贵妃，准备接收真正的现代工业火神吧！我要让这群北蛮子知道什么叫时代变了。将军，咱们的剑齿连他们的马甲都射不穿，御马桩也被撞烂了。没有粮草，没有援军，但他们身后是大景朝的黎民百姓。传我将令，此事应除败。就算是死，也要用血肉之躯卡住他们的马腿。大景郎，随我殉国！殉国！神明，2000里之遥，纵然神粮已降，可北疆危在旦夕，如何能瞬间送到父亲手中？将你生父的贴身印母沾上你的鲜血，投入井中。我可用神力在北疆大营强开第2道神门。区区重装骑兵，在绝对的现代火力面前，就是一堆移动的活靶子。神明保佑，父亲，女儿来救您了！老板，工业级轻碳钢防爆胎扎马钉4角钉，给我来50吨，马上装车。无缝钢管要最后的规格，截成1.5米一段，底部焊死，给我来500根。再去石郊的烟花爆竹厂，把他们库房里最大号的出口级别的12寸高空礼花弹全给我包圆了，越多越好。3万铁伏级是吧？老子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范特西级别的火力覆盖。那是什么？有风，天上掉暗器了！我的马！老将军，快看阵地后方！天火神炮，只需将圆球放入管中，点燃引线，便可发射9天神雷。快，把这些铁管斜靠在沙袋上，对准城外那帮人仰马翻的北蛮狗，把圆球塞进去，点火！那是什么怪物？会飞的铁球！天火，天雷劈下来了！天神发怒了！这是天罚！跑啊！雁门关有真神庇佑，这仗打不了了。大景列祖列宗在上，9天神灵在上，我北疆守住了！报！北疆大捷，北蛮3万铁伏毒，全军覆没。神老将军得神明赐下天火雷法与神铁麒麟，未损一兵一卒，大破敌军。北蛮统帅连夜退军500里，已派使臣递交降书。未损一兵一卒，全歼3万重骑兵，这简直是千古未有之神迹呀！好，好，神明庇佑，天不亡我大景。神老将军真乃国之柱石。爱妃，神明接连赐下神粮与天罚，解了我大景的灭国之危。这等通天之功，朕要把沈家封为现袭罔立的异姓王。陛下，如今北疆虽然退敌，但沈老将军密报中提到，雁门关的城墙在此次大战中已多处坍塌，护城大阵毁于1万。若是北蛮贼心不死，卷土重来，那残破的城墙根本挡不住敌人的第2次冲锋。皇贵妃娘娘明鉴，雁门关乃是用整块的青条石混合糯米汁夯筑而成，如今城墙大面积损毁，若要修复，需征调10万民夫，
去百里外的采石场开山猎石，再算上打磨运输，最快也要3年时间啊！3年？等你们把石头运过去，北蛮的马刀早就砍到朕的脖子上了。无需3年，也不需采石。信女昨夜已糗事神明，神明将赐下仙泥与铁骨，只需10日，便能将雁门关筑成一座连天雷都劈不开的钢铁要塞。打赢了就好。接下来该让你们这帮古人见识一下什么叫激进狂魔的种族天赋了。喂，张总吗？我是林野，给我调500吨高标注速干水泥。对，就是那种几个小时就能硬化到砸不碎的特种硅骚乙水泥。再给我来200吨最粗的螺纹钢筋，还要10台大马力的柴油混凝土搅拌机，油桶给我备足了。古人用青条石和糯米汁建城墙，简直是暴殄天物。今天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现代钢筋混凝土的绝对防御。皇贵妃娘娘，这灰面子风一吹就散，软塌塌的，怎么可能比石头还硬？用这玩意儿筑成，简直是儿戏呀！工部尚书叫你手下的工匠把那些带纹路路的铁棍绑成网格状的铁架子，立在寨场中间。小顺子，带人把这仙泥倒进那个带轮子的大铁皮肚子里，加水，加砂石。铁兽活了，它在吞吐仙泥。把泥浆浇灌进铁架子里，填满，抹平。皇贵妃娘娘，这就成了。这仙泥乃是速干之物，等上3个时辰，自然见分晓。工部尚书，去用你工部破拆城墙用的80斤金刚破城锤，给本宫狠狠的砸！这不可能！80斤的破城锤，就算是1米厚的青条石也能砸出个窟窿。这泥巴竟然比天下最硬的金刚石还要坚固10倍，点石成金，化泥为铁。好一个仙泥铁骨！有此等神物筑成，别说3万北蛮骑兵，就算是天兵天将下凡，也休想踏破朕的雁门关半步。陛下，神明法旨，这仙泥不仅能修城墙，还能铺路，铺出的路平坦如冰面，且永不生杂草。若陛下倾全国之力推广，大景朝的运兵速度将提升10倍不止。推广，立刻推广！传朕旨意，将这些神物立刻运往北疆雁门关。工部所有官员全军出动，给朕把这仙泥的用法学明白。3个月内，朕要看到一座钢铁长墙。防御和粮草都解决了，但冷兵器时代的古人最怕的还是黑夜啊！一到晚上，什么活动都干不了，工作效率太低了。小贵妃，准备好迎接大景朝的第1个不夜城了吗？老子要给你们通电了！废物，简直是一群饭桶！朕把国库都给你们敞开了，10万民夫日夜赶工，3天时间，那仙泥城墙竟然只往外推进了不到2里地。照你们这个速度，等城墙修好，朕的龙骨都被北蛮人拿去熬汤了。陛下息怒啊！并非臣等不用命，实在是夜间无法施工啊！有何无法施工？多点火把！陛下，如今已入深秋，夜风极大，火把光线昏暗不说，还频频被风吹灭。昨夜工地上因为看不清路，有上百名民夫坠落脚手架摔断了腿，甚至还有人掉进了搅拌仙泥的大铁桶里被绞死。夜间强行赶工，不仅效率极低，这简直是在有人命天啊！若不能日夜连走转，北疆的防线终究是个隐患。陛下何须为区区黑夜发愁？皇贵妃，爱妃难道有办法破这黑夜之局？莫非神明连天上的太阳都能赐下来？陛下圣明，信女刚才已收到神明法旨，今夜子时，神明将赐下不灭天火。只要天火一亮，雁门关的工地上将犹如吉书降临。
老板，您要的这套工业级矩阵探照灯，可是平时给大型露天煤矿和夜间球场用的。这玩意儿功率太大，普通的民用电都带不起来。废话，带得起来我还买什么光伏？行了，东西放下，你们走吧。小贵妃，小贵妃，准备好迎接大明朝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吧，这叫电气时代。皇贵妃娘娘，这黑乎乎的琉璃板，还有那大铁锅，就是神明赐下的不灭天火。陛下，诸位大人，请闭上眼睛。天火降世，凡人直视恐伤双目，全军闭眼。神明保佑！看，我的眼睛好痛，我瞎了！那是天火，被封印在琉璃玻璃的天火。爱妃，神明是如何做到让这天火燃烧的？回陛下，神明说，这叫逐日琉璃板，它能在白日里吸收9天之上的太阳真火，将其储存在那个铁箱之中，到了夜晚便能释放出来，化作这不灭天火，生生不息，源源不绝。天佑大景，有此等神物，别说连夜筑成，就算是让朕的大军在黑夜中行军打仗，北蛮人也只有闭目等死的份儿。传朕旨意，自今日起，这仙泥工地12个时辰连轴转，朕要让北蛮人看看什么叫一夜筑成。神良虽解了军中燃眉之急，然今年大旱绝收，天下百姓已现一子而食之惨状，神粮昂贵，恐难长期供给全国。神明曾提及亩产数千斤之土豆与红薯，信女叩求此等抗旱神种，救我大景万民于水火。武器能保家卫国，基建能铸就钢铁堡垒，但真正能让一个封建帝国彻底腾飞、人口大爆炸的核心，永远是碳水化合物。既然已经点亮了黑夜，那老子就再顺手把你们这帮古代人的温饱问题彻底终结。老板，你确定这是你们基地抗旱能力最强、产量最高的品种？林老板，您放100个心，这是我们农科院最新培育的超高产脱毒红薯和耐旱型马铃薯，只要不是种在纯沙子里，哪怕几个月不下雨，随便给点水就能活。在咱们现代的标准化种植下，红薯最高亩产能逼近1万斤，土豆也能轻松突破8000斤。光有种子不够，古代那些遭遇旱灾的，土地肥力早就被榨干了。给我调500吨尿素，对，就是那种白色的化肥颗粒。再给我来100箱最高浓度的植物细胞列素和营养液，我要让种子落土就扎根。大饥荒，老子用现代农业基因科技加上化工化肥，直接让你们大景朝的土地爆浆。陛下，关中大旱，赤地千里，流民已经集结了数十万，正朝着京城涌来，沿途的草根树皮都被啃光了，甚至已经出现了一子而食的人间惨剧啊！神明赐下的大米和神行饼，只够10万大军吃3个月，若是拿去赈救全国灾民，怕是连10天都撑不住啊！陛下，难道天不绝我大景，却要饿死我大景的子民吗？有神明庇佑，大景子民一个都饿不死。爱妃，神明可是又降下神粮了。陛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神粮虽好，但代价极大，不可能无穷无尽的给予凡间。今日神明赐下的是能在绝境中生出万千口粮的仙种。皇贵妃娘娘，这些藤蔓和土块能当粮食吃？此物名为马铃薯与地瓜，此乃天界神种，极其耐旱抗寒，哪怕是贫瘠的沙地也能存活。最重要的是它的产量，哪怕是不懂农事的普通百姓来种，其亩产也可保抵5000斤。若伺候得好，亩产8000斤不在话下。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娘娘，臣掌管天下农桑30年，我大景朝最好的江南水田，风调雨润之年，水稻亩产也不过区300斤，上等良田种麦也不过200斤，这世间怎会有亩产5000斤的作物？这简直违背了天地常理。爱妃，你确信是5000斤，而不是500斤？
是不是神明传达时多说了一个字？是不是5000金？陛下和大思春亲眼看看便知。小顺子，将这木筐里的土豆切块，搬到殿外的花坛里去。本宫今日便要在这太极殿外行神明催生之法。娘娘，这土已经彻底死了，连一丝地气都没有。别说是仙种，就算是神仙的一块肉埋进去，也长不出东西来呀。这白花花的是什么？盐吗？把盐撒在地里，那是绝户的毒剂呀！闭嘴！此乃神明赐下的聚灵散，哪怕是毫无肥力的死土，只要撒上这聚灵散，便能瞬间变为高粱之土，肥力甚至远超天下第1等的水田。此乃催生神液，神明特批，为了让陛下和诸位大人亲眼见证仙种威力，用此神液浇灌，可缩地成寸，让仙种在一炷香内破土生根。动了，长出来了，在死地里长出来了！苍天有眼，我大景朝的子民有救了！肥了，这泥土真的变肥了。刚才还是一把死灰，现在竟然透着一股极其浓郁的生机。那聚灵散，那真的是仙界起死回生的神药啊！陛下，神明已将100万斤仙种和聚灵散堆满冷宫大院，不出3个月，这天底下的干旱废土都将长出亩产5000斤的神粮，大景朝再无饥荒。皇贵妃沈宁得天神眷顾，下仙粮神铁天火，救我大景于水火，提供盖世，古今未有。朕决意立沈宁为后，加封大景朝护国天绳圣女，位同朕宫，可与朕同坐龙椅，共理朝政。吾皇万万！神明，信女做到了。毒妇已死，天下归心。如今我已是大景朝真正的掌权者，若无您赐下的神物，沈宁早已化为冷宫中的一枯骨。天下已定，四海升平，信女已位极人寰。但大景朝的国库中，尚有无数历代先皇收集的绝世珍宝、孤本古籍。信女愿倾巨国之力，将这些凡间俗物进购给神明，以报再造之恩。愿神明所在之界，亦能万事顺遂。小贵妃，合作愉快。你做了你的封建帝国女帝，我也成了现代社会的幕后大鳄。这跨界的生意，咱们算是做到天花板了。尽我们的双向奔赴，也尽这不可思议的降维打击。